今天我想再次聊聊胆固醇，因为过去50年我们对胆固醇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健康灾难之一。人们对胆固醇的恐惧心理已经是根深蒂固，尽管很多人开始改变了生活方式，变得更健康，体重减轻，感觉更好，所有健康指标都在改善，唯独有一个例外，医生依然会因为这一项指标 LDL 胆固醇过高吓唬病人，让他们放弃健康的生活方式，重新回到低脂饮食上。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接受了 LDL 脂蛋白是坏胆固醇的说法。今天我想帮助大家做出明智的决策，了解真正的因素和实际情况。大家好，我是小雅，欢迎来到雅说健康。这是一个定期为您带来有用健康资讯和最新科学研究结果的健康频道。回到主题，今天我们真正要避免的是把总胆固醇超过200或者 LDL 超过100当做一种自动的指标，然后就开始服用他汀类药物的这种做法。那他汀类药物能降低胆固醇吗？答案是肯定的，绝对可以。但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我们要问的是，这类药物降低的是哪种胆固醇？它真的是我们需要降低的那种胆固醇吗？那它能提高寿命吗？能帮助人们活得更长吗？同样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还要问，心脏病到底有没有因此得到改善？答案是没有。然而你会确实看到药物的副作用，我们也会讨论这一点。顺带提一提，近期的研究其实表明，较高的胆固醇实际上与较低的全因死亡率和更好的认知功能相关，尤其是在年老时。那么为什么即使没有证据证明他汀类药物真的有帮助，医生还是会开具这种标准处方呢？这就涉及到所谓的循证医学。医生所看重的证据只有一个，药物是否能降低胆固醇。是的，绝对能。而且有一个假设，就是胆固醇导致了心脏病，因此降低胆固醇是必须的。但我想说，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另一个原因是所谓的标准护理，也就是医生只要按照标准流程行事，如果胆固醇超过200就开具他汀药物来降低它，那么就不会出问题。反而如果他偏离了这个标准，出了问题，那他才可能遭遇麻烦。我们要摒弃胆固醇高或低的观念，并且开始思考胆固醇的作用及其背后的原因。比如说150的胆固醇可能不健康，而300的胆固醇也可能是健康的，并不是说你应该忽视胆固醇的数字，它们依然能给你有用的反馈。更高的胆固醇不一定更好，但也不一定就是坏的。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关注这些指标，应该关注哪些数字，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我们应该开始关注真正的原因，而不是机械式的服用降胆固醇药来做抢救。你看，如果发生了火灾，通常都会有消防员赶到现场。同样的，当你看到车祸或火灾时，也常常会看到救护车和消防员。这些就像是我们把胆固醇与疾病、胆固醇与损害联系在一起。胆固醇总是出现在体内发生事故的现场，就像消防员总是出现在火灾现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消防员引起了火灾。同理，胆固醇也不一定就是损害健康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开始与胆固醇做斗争，那就是在和错误的对象斗争。这就像因为火灾总是有消防员出现，我们就给消防员设置路障一样，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那么心脏病和动脉斑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是炎症，特别是低级别的慢性炎症。这通常与胰岛素抵抗和氧化应激密切相关，这三者相互关联。我们需要明白，心血管疾病与慢性炎症、胰岛素抵抗和氧化应激这三者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而胆固醇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相关性却非常微弱。如果胆固醇与心血管疾病有关系，那也是它与这三个因素之间的关联性。我们真正要理解的是，什么时候胆固醇是失衡的。失衡的指标包括血糖升高、血清胰岛素升高、长期血糖水平 AEC 升高、甘油三酯升高、HDL 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以及总胆固醇与 HDL 的比例增加。我们还需要关注 VLDL 及低密度脂蛋白和 LDL 的大小。单独看这些指标并不一定能指示什么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从整体来看这些情况。首先，关于前4个指标，我会快速介绍一下，因为我已经做过相关视频。血糖升高通常来源于摄入糖分和加工碳水，这些会引起胰岛素反应来应对高血糖。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AEC 也会逐渐升高。
出现胰岛素抵抗后，细胞不再接受血糖，血糖就无法进入细胞，这时它会转化为脂肪，也就是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接下来我们要看 HDL 和总胆固醇与 HDL 的比例。假设一个人的总胆固醇是286，而正常范围是100到199，这显然偏高，所以标出了警示。但是仅凭这一项数据不能告诉我们这是好还是坏。总胆固醇的正常范围是100到199，如果你的总胆固醇只有100，那反而更令人担心，而286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接着我们看这个人的 HDL 胆固醇，通常认为 HDL 是保护性的，理想的水平应该高于39，而这个人是46，虽然高于标准线，但这个值是否足够，能否抵消高的总胆固醇呢？接下来我们要看总胆固醇与 HDL 的比例，理想比例应该低于5，然而这个数值如果太低也并非好事，这表示你的身体胆固醇太少，而胆固醇是必须的营养物质，胆固醇过低反而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我们回到这个人的总胆固醇与 HDL 的比例，它的比例值是 6.2， 已经超过了标准值。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根据这个比例可以估算他的心脏病风险是普通人群的 1.3 倍，增加了 30% 的风险。这只是根据一个指标来评估，当然我们更希望看到这个比例在3到 3.5 之间。接下来我们要看 VLDL 极低密度脂蛋白，有些人会称它为残余胆固醇，它的正常范围是5到40，而这个人的 VLDL 是16，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指标通常被忽视，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以用来衡量你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得到这个值有2个常见方法，总胆固醇减去 LDL 和 HDL 就能得到 VLDL 的近似值，或者直接用甘油三酯除以5就能计算出 VLDL 值。理想值应该在10到20之间，而高于30将被视为危险，所以16是相当理想的。VLDL 的作用是运输饮食中的脂肪到细胞和组织，它含有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更多的是甘油三酯。它的目的就是将脂肪输送到组织中，而当它成功传递这些脂肪后，就会转化成健康的、较轻的 LDL。然而，如果你有胰岛素抵抗，细胞就会对这些脂肪产生抗拒，导致 VLDL 停滞在血液中，造成 VLDL 值升高。因此，如果你发现 VLDL 值较高，说明你可能有较严重的胰岛素抵抗。最后，我们来谈谈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而这些是大多数人都忽视的。99%开处方使用他汀类药物的医生，很可能根本不了解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之前提到过，脂质运送是通过某些载体来完成的，其中之一就是 VLDL。如果一切顺利，它会迅速转化为正常健康的蓬松 LDL。接着，肝脏会通过受体回收这些 LDL， 正常的 LDL 会非常快速地被肝脏回收，并且重新包装，再次释放出去。这个系统就像一个转动门一样，保持着这个回收与释放的循环正常运行。这一过程适用于 VLDL、LDL、HDL 和所有其他类型的胆固醇。所有的胆固醇，无论是高是低，都是根据身体需求来调整的。但是如果你引入了一些氧化应激、慢性低级别炎症和糖化，糖分附着在 LDL 上，那么 LDL 就会变得受损，受损的 LDL 变小，这就是我们讨论 LDL 大小的原因。真正坏的 LDL 是受损的 LDL， 但实际上不是 LDL 本身不好，而是它变小了。这也表明你的体内经历了氧化应激、炎症和糖化，小型的 LDL 只是这些问题的一个指示。这里有一个关键点，需要明白健康的 LDL 可以顺利进入转动门，但受损氧化的 LDL 就不行。当 LDL 受损并变小时，它无法被肝脏的受体识别，无法顺利进入这个循环系统。因此，小型受损 LDL 的数量开始积累，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演变成心血管疾病。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氧化应激、炎症和糖化呢？糖、胰岛素抵抗、食物过敏、压力等等，所有这些与慢性病相关的因素都会导致这些问题的发生。现在仔细听好，真正引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原因是什么？正是这种氧化的 LDL， 它会对血管内膜造成损害。如果你注意到那个黄色斑块，它实际上并不在血管腔内，而是位于血管的不同层次里。氧化 LDL 会破坏最内层的内膜
intima，使得内膜的缝隙变大。然后这些小的氧化 LDL 会划过这些裂缝，进入不该进入的地方。接下来有一种叫做巨噬细胞 macrophage 的东西开始追踪这些小而密制的 LDL， 它通过裂缝进入血管。巨噬细胞是一种白细胞，也叫吞噬细胞，有点像吃小怪兽的 Pac-Man。它的工作是去吞噬这些 LDL， 因为肝脏的受体无法像对待健康细胞一样处理它们。受损的氧化 LDL 现在被视为外来入侵者，就像病毒、细菌或真菌一样，免疫系统需要将它清除。当 Pac-Man 吞下这些 LDL 后，它会把它们包裹起来，形成泡沫细胞 foam cells， 从而保护环境免受这种有害细胞的影响。但这个过程却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因为这些泡沫细胞最终变成了斑块。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些问题，我们来看看在美国的这个实际案例。这个案例起初的总胆固醇是297，而这位病人在生活方式上做了一些改变，采取了低碳饮食，并额外摄入了更多来自动植物的健康脂肪。然而70天后，他的总胆固醇仍然很高，涨到了299毫克每分升。再看看 LDL 胆固醇，这通常被认为是坏的胆固醇，初始值是225。后来还是225，乍看之下，他的健康状况似乎并没有改善，甚至有恶化的嫌疑。一般医生一定会强烈建议他开始服药。然而，这位病人其实也同时做了 NMR 核磁共振检测，以精准地测量 LDL 的颗粒数以及颗粒的大小。在第一份 NMR 结果里，我们看到了令人担忧的情况，因为一般认为这个数值应低于1000，而检测结果却是极高的3455。然而，当我们打开下一份检测数据进行对比时，我们发现它的 LDL 颗粒数从3455降至2900，减少了455或15%。而减少的是哪类颗粒呢？这时我们看到了更重要的变化，小型 LDL 的数量从1653降到1227。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减少都是来自小型受损的氧化 LDL 颗粒。而正是这些颗粒造成了血管壁的损伤。此外，我们还看到了 LDL 的平均大小，在较早的检测中，它的平均 LDL 大小为20.9。接着我们看到了70天后的变化， LDL 平均大小从20.9提升至21.3。虽然变化似乎不大，但对比来看， LDL 颗粒的平均模式已更进一步地远离小模型，并靠近大模式。而且胰岛素抵抗评分也显示了变化，较早的胰岛素抵抗评分在5700分位，而70天后下降至3300分位，表示他在健康上取得了显著进展。这意味着在仅仅70天内，他已经赶超了8400万美国人。这也强调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只看总胆固醇和 LDL 数值来为我们的健康下定论。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大局，并进行实际测量时，我们发现关注的重点应该放在是否有进展，而非某个单一的数值上。那么服用他汀类药物有什么优缺点呢？我们知道它们可以降低胆固醇，但现在我们要理解它们到底是降低了哪些胆固醇，这些降胆固醇药到底在体内发挥了什么作用。它会增加 LDL 颗粒的受体数量，使 LDL 更容易被肝脏回收。这看起来像是好事，对吧？但问题在于，这些健康的蓬松的 LDL 颗粒是可以顺利进入受体的，但小型的受损的 LDL 颗粒并不能被识别。也就是说，他汀类药物虽然能减少总胆固醇的数量，但它仅仅减少了那些原本就能正常被循环的 LDL， 而不会减少那些真正需要去除的氧化损伤的 LDL。那么，为什么他汀类药物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呢？首先，为什么肝脏在服用他汀类药物时会增加 LDL 受体的数量？是好事吗？其实，这类药物通过阻止一个叫做 HMG-CoA 的还原酶，来抑制一种重要的生物合成路径，结果会影响胆固醇和 CoQ10的合成。CoQ10是人体能量生成的关键，它占据了95%的细胞能量生产。如果缺乏了 CoQ10，身体的能量生产就会下降，尤其是那些能量需求高的组织。对于需要大量能量的组织，肌肉会受到影响。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会导致肌肉疲劳和虚弱，严重的还会影响到心脏这块最重要的肌肉。我们的目的本来是减少胆固醇对心脏的伤害，但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却可能使得心脏更加虚弱，甚至导致心脏肥大等问题。另一个能量消耗极高的器官就是大脑。
大脑占体重的2%，但却消耗了20%的总能量。服用他汀类药物后，大脑的能量供应也会有所减少，长期下来反而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服用他汀类药物干扰这些过程，以让你的血脂报告上的胆固醇数据达标。而我觉得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重新理解胆固醇与健康的关联，认清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开始通过改变饮食和生活方式，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恢复健康。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所启发，期待您的点赞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更多实用有趣的健康资讯，帮助您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明智的健康选择。我们下期见。